中国最北点，我们来啦！在没有一辆车的中俄边境公路331国道行驶了5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达了中国陆地最北点漠河的乌苏里浅滩。这个位置是狒狒早就想来的，这次我们来到漠河一定不能错过。关于中国陆地最北点有很多的说法，有人认为漠河市的北极村是最北点，有的人则认为中俄边境的北红村是最北点。其实中国陆地的最北点就在离漠河几十公里远的乌苏里浅滩，名字叫做乌苏里浅滩。其实这里在黑龙江主航道上，我们来的时候正值雪季，黑龙江已经从一条黑龙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白色冰龙，银装素裹。在乌苏里浅滩的旁边还有龙江第一湾，算是黑龙江的一处奇景。这处景色其实大家在地图上就可以看到，在中俄边境的龙江第一湾处，黑龙江走出了一个欧米伽造型的图案。在大雪天爬了几百级台阶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在高处俯瞰这龙江第一湾。在几十公里内，黑龙江走出了不可思议的线路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下面就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旅程吧。我们俩终于把车开到了龙江第一湾景区门口了。这边呢，停车场是一个露天的这种，全部停在雪地上。这会儿的气温呢，中午的2点不算特别低啊，但是我们怕这个手机进去了，拍摄的时候没有电了，所以准备拿一个暖宝宝贴在手机上。结果呢，我们的后备箱冻住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那个摄像头，然后呢，这儿有一个地方摸一下，后备箱就开了，这个地方点一下就关了。结果呢，你看它这全是这样子了，对，冻得结结实实的。哎呀妈呀！我现在后备箱都打不开了，这咋办呀？而且这个位置，这一会儿我们那个要从这儿开呢，它全冻在一起了。对，等于后备箱一会儿又开不了了，太可怕了这！而且这个车牌上都已经冻成冰块了。对，哎呦，居然开了！那是因为我把这个地方嗯，给它弄开了，但是你看这个上面这还这样。是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太可怕了！咱买点暖宝宝吧。太艰难了。我们过来一个车都没有，开了4个小时，然后到个停车场，居然看到了好多的车，好高兴，感觉回到人间了。今天这一路，我们算是我们在全国开国道遇见车最少的地方了。我们在西藏和新疆的无人区都没有见过这么少的车。我们到龙江第一湾景区，准备去买票，一路都没有见。原来在这个停车场有这么多的车，这边有好多包车旅游的，这些人都是从漠河过来的。我们从黑河的方向是没有车的，现在能排队买票。哦，终于买好票了。哎，这个不给我们啊？不用给你。哦，那我拍个照。没用，这俩你。我们留个纪念。哎呀妈！我们俩刚刚已经买完门票了，但是我们手头没有任何的票据，也没有网络上的那个订单，因为他今天这个售票处好像是断网了，给我们写了一个白纸，写了一个2个成人，就手写那种，然后我们俩就进来了。这边呢是这个龙江第一湾和中国最北点是有2个可以看的点儿，龙江第一湾就是那个，它这个图里面画的这个，形成了一个就黑龙江的一个欧米伽形的一个湾。那这边就是中国最北点的乌苏里浅滩，2个在一起。现在呢，我们距离乌苏里浅滩还有10公里左右，但自己的车已经不能开了，必须放在门口，坐他们的区间车进去。10公里60块钱的区间车票，门票1个人50，我们2个人进来就是220块钱。本来我以为乌苏里浅滩就是在国道边上一个可以走过去看的地方，没想到啊，这边已经圈了一个景区开始收费了。在中国随便只要是有点名气的地方全给你圈起来。对，我觉得中国最北点嘛，对吧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江边的一片滩涂嘛，就大家都能看的，在国道边都能看到。没想到啊，而且还不便宜，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门票50尚可接受，但这个不到10公里的区间车收60块钱。
刚才我们付门票钱的时候才发现，我们2个人3个手机3大运营商有2个都没有信号，只有移动有微弱的信号，勉强把钱付了。而且这个景区啊，说实话，它这基建设很一般，进来什么都没有，就这，感觉就是搭个房子就开始收费了。而且这是那种活动板房，你看它顶上是铁皮做的，对，就临时只搭了一个售票点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大家就在这儿等着区间车，现在已经排了10多分钟了，也等不来。对，而且110，感觉兵马俑也就110吧，加起来。哎呀，主要是它是中国最北点，不然呢，我们俩这种常年旅行的，一般不会花这个钱来这种景区的。哦，我们可以上车了，现在准备登上去往龙江第一湾的大巴车。哦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么小一个吗？小中巴呀。哎呀，收这么贵的钱，也不能找个好点的车。这个景区呢，其实是分2个景点的，一个就是这里中国最北点乌苏里浅滩，然后司机呢把车停在这儿之后，跟我们说可以在这儿拍照15分钟，上车再去下一个景点叫龙江第一湾。所以我就发现哈，这个时间比较紧迫，来这儿的人全是来打卡拍照的，看看前面各种拍。那我们俩现在就往黑龙江江边走一下，去我们中国真正地理意义上的最北点吧。我和贝贝现在朝着中国地理意义上的最北点走去，这就是我们坐的中巴车。哇，到了！这个就是最北点了哈。对，就是这个位置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陆地的最北点了。我前面的这条江就是黑龙江，江的对岸就是俄罗斯。中间可以看到啊，主航道中心线那里是有网子拦着的，然后旁边的标语也写了遵守边境的法律法规，严厉打击非法越境的行为，说明呢我们再往前已经不能走了，这里就是我们国家祖国最北边的地方了。这边有一个经纬度哈，这儿写了东经123度15分30秒，北纬53度33分42秒，这里就是我们国家最北端的一个纬度的位置了。那中国的最南端呢，其实是在曾母暗沙，那里的纬度是北纬3度50分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国家这个最南和最北之间差了50度的一个纬度，可以说是整个北半球的1半以上了，地域非常辽阔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打开手机地图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呢我们在的这个地儿就叫乌苏里浅滩。中国最北点就是这里，乌苏里浅滩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稍微缩小一点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在祖国的东北的最北边这个尖儿上，黑龙江漠河乌苏里浅滩这个位置。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江第一湾就是这里。黑龙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弯啊，欧米伽造型的。然后可以看一下呢。这边我们伸出去的这个岛属于我们中方，叫北极岛。那俄罗斯伸过来的2个岛，一个叫金龙岛，一个叫银龙岛。我们等一下就去这边了。看到这里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很好奇，为什么黑龙江边的这一块滩涂，我们叫它乌苏里浅滩。其实呢，这一块在清朝的时候叫做乌苏里卡伦，卡伦指的是哨所的意思，所以呢，这个乌苏里3个字就延续到现在了，叫乌苏里浅滩。我们好像到这个栈道了，就是看龙江第一湾的栈道，这么高啊！大哥，这要爬上去吗？对。得爬多久？这个900多个台阶，你算吧。妈呀！看什么速度？我们刚才在乌苏里浅滩那里拍照也没拍完，因为给我们的时间只有15分钟，非常的赶。我们在那就抓紧时间咔嚓了几张。
马上又坐这个区间车来到了第2个景点，叫做龙江第一湾。我身后的这个江就是黑龙江哈，可以看到呢，黑龙江从那个角，就那边是上游，这边是下游，从那边流过来之后呢，从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儿，其实可以看到一小部分，但是从我们这个比较平的视角是不太能看得出来的。这个上面有一个观景台，据说效果比较好，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楼梯的这个角度，要横着上这么多，感觉还是挺累的，而且下着雪。咱俩往上面走走吧。其实啊，据说是不用到最顶端，就在中间那个位置就可以俯瞰到这个湾了。上面那个角度比较好，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个一湾三岛的形状。但是我觉得冬天好像它那个不是很明显，夏季应该好看。现在要爬这个栈道上去，慢点儿，都是雪。走，来都来了，钱都花了，去看看吧。啊，狒狒又抽筋了，这第2次抽筋了。我们刚上来走了一半，他左腿抽筋。这现在哪儿抽筋了？我帮你按按。这边。我帮你按一按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现在站在这儿，还拉伸一下。那你试试它动一动，疼得很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看起来不高，走起来还挺累的。是的。刚刚听司机说，900级台阶，而且它就是中间没有休息，往下看，就这种垂直上来的。对。反正走着还挺累的。我们俩最近说实话也是一直开着车，感觉缺乏锻炼。因为东北户外太冷了，我每天出去拍摄就拍一会儿，就回酒店了。哦，就感觉走了100个台阶，左腿又抽筋了。现在爬到中间的位置，右腿又抽筋了。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角度，基本您可以看到这个龙江第一湾的全景了哈。但是我认为，对，我认为还是应该再往上一点，可能看得更好一点。等我这个缓一缓，咱们继续走吧。我大家往下看会不会恐高？我觉得我现在站着看着都有点晕。手机的视角看着更陡，是吗？我现在就你看我站在这，手是抓着的，可害怕了。感觉像那个长空栈道一样。我就感觉挺害怕的，我得抱着这个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概还有一半，将近一半。哇，我们终于爬到最高顶这个观景台了。狒狒抽筋抽了2次，我的腿也错。哇！来这边玩的很多人都是南方的，有广东、广西、安徽。这边角度是不是好一些？哇！爬到上面看得更清楚了，可以基本看到一个欧米伽的形状了哈。对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还是边上一点儿。还是看一下地图吧。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把它放小就能看到这个湾在这儿转了一个欧米伽的造型，是吧？然后我们中国突出去这块陆地叫北极岛，然后俄罗斯伸进来的这两块陆地，一个叫金环岛，一个叫银环岛。我们现在站在这边看到了，其实看一下我们的画面，其实就是这样子过来。这个叫银环岛，其实还看得挺清楚的啊。黑龙江从这儿过来之后，现在银环岛这里转了个圈儿，再转到那头，那边就是突出那点儿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北极岛，它都是半岛哈，不是那个全岛，半岛。再转过去那一侧又是俄罗斯的金环岛。总之呢，就是这么一个一湾三岛的造型，但是其实只能看到一湾两岛，是吧？那侧全挡着，看不着了。哇，好近呀，是吧？从这一边看，感觉离俄罗斯超近，他们的陆地就在这儿了。景观可以啊，感觉半个小时没有白爬。没白爬。我们现在终于下来了，这边等大巴回去了。这景区感觉还没有弄好，整个都在建设中。这边还有这些牌都没有装上。
而且呢，那边的北极岛，我刚看到有指示牌可以去，路没有修好。如果说以后呢，这个景区连着北极岛一起，以及对面的另一个湾，那这门票就挺划算的了。现在呢，没有开发完的话呢，我觉得稍微贵了点。我们现在从龙江第一湾景区出来了，正在开车去往中国最北的村庄北红村。刚刚从331国道上拐到了一个县道，这个县道好窄呀，后边有个车，他好像想超我们，但是没办法。你看这个路，一个车都勉勉强强过，俩车根本挥不开。不过呢，现在距离北红村也近了，只有12公里了，10来分钟就到了。我们沿着这个窄路开了20分钟了，现在距离北红村还有2.5公里，这路真是不好开呀，弯多而且路窄，经常还急下坡。看来北红村来一次也不容易呢。我们终于到北红村了，这村子好安静呀，感觉没有什么商业化的气息呀。路两边倒是有一些客栈和民宿，但好多都没有开门，好像只有春节过年的时候是旺季，平时没啥人啊。还有出租车，这是包车来的吧？还是说在这儿上班的人？哇，这村真的好安静啊！这村就隔了一条黑龙江，对面就是俄罗斯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北红村了，现在是下午的6点多，但是天已经全部黑透。这餐厅都关完了，我们准备买点吃的，买2个泡面吧。我看到有东北大板了，全部哦，露天着卖。现在室外的温度零下10几度，这边化不了，反正。我以为这是老板的货呢，原来这是冰淇淋啊。对呀，好吧。还有冻柿子、冻梨。一会儿买一个。看，东北大板。这就是我们俩今天在中国最北村庄北红村住的酒店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俩可以说是下血本了。我们找了一家村里头住宿条件最好、最贵的。其实呢，这个村哈，大家如果以后来旅游的话，对住宿也不要抱太大的期待。整个村呢，比起北极村而言，这个开发旅游还是比较晚的。然后里面的餐饮住宿啊，都是少，而且条件比较简陋一些。比如说吧，我们俩在村子转了半天，没有找到一家餐厅。刚刚问了一下那个超市老板，老板说是你在谁家住就在谁家吃点便饭，只能是这样子了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能找到这样一家住宿条件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住宿点是在2楼，2楼它是有一个斜着的阁楼，但是它这个高度还可以。我头顶距离这边还挺多，只是呢，这个位置稍微有点矮，不过呢也不影响。等到了这儿之后呢，也还可以。这又是一个1.8米的大床。总之呢，这家这个标准已经达到了城市那种连锁酒店的标准了，而且很干净。给大家看一下老板家这个壶，因为很多人来这边都是玩泼水成冰的嘛，拿热水壶直接泼。然后老板这边写了，热水壶不耐严寒，严禁拿到室外泼水成冰，违者要支付那个120块钱的电壶的成本。因为呢，在这种极低的温度下，这种电器特别容易坏。我看到网上就有好多人在客栈里面烧好水，把盖儿打开，拿到外面这样子去泼，就经常会把它甩坏。因为本来就是冷是一方面，第二个这样大力去甩，对它元器件肯定都不好。因为我们俩今天晚上来的比较晚，也没有给老板提前订餐什么的啊，所以就不麻烦老板做饭了，我们自己来点儿方便速食吃，2桶面，几包这个榨菜、小咸菜，然后是红肠，哈尔滨红肠，里边还有其他的火腿肠这些。涛哥给他买了一个东北大板儿，大脚丫他们叫大脚板儿。另外就是我们俩在早市上，前2天在早市上疯狂的买东西，这一包松子儿一会儿把它吃掉，还有就是这一大兜我就不拿出来了啊，全是桃酥，大概有4斤3斤4斤的桃酥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些了，我等一下烧点热水，我们吃完饭就休息吧。这村子超级安静，因为现在是淡季了，也没有多少游客，然后村子本地人就太阳刚落山，大家就基本都休息了。
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在中国最北的村庄北红村，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地方。昨晚上来的比较晚啊，没有看清楚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的外面是什么样子。今天早上起床后，我一拉窗帘，我看到外面竟然是俄罗斯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隔着这个窗的外面就是黑龙江，江的对岸就是俄罗斯，超近。我们俩等于是住在了北红村最靠北的这条街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手机的经纬度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纬度是北纬53度30分。那昨天我们去的乌苏里浅滩是北纬53度33分，非常近了。那个地方是我们中国陆地的最北端嘛，我们这儿已经无限的接近那里了。昨天晚上我们俩在这儿住的特别舒服，因为村里特别安静。5、6点那会儿天刚黑的时候啊，还有时候能听到狗叫。大概7点往后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狗也睡觉了，什么都听不着了。我们就在这种特别安静的情况下，从8点睡到了早上的7点，基本上快睡了一个对时了，是我们出来这么多天睡得最好的一天了，是吧，涛哥？超舒服。哎，咱们现在出去逛逛吧，逛一下村子。这村真太靠北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在俄罗斯的河对岸边上住了一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北红村吃的早饭了。这个是我们住的这家酒店的负1层，然后这边老板在这弄了一个小餐厅。北红村现在跟北极村还是比不了，虽然我没有去过北极村，但是看别人的攻略啊，北极村那边还是就是整个商业开发比较成熟一点，吃饭的呀住宿就跟雪乡一样，什么馆子都有。北红村目前是没有看到独立的那个餐厅，想吃饭必须在你住的那家老板家里吃点便饭。像我们今天早上吃的这个这饼是老板手工烙的小饼，然后2个鸡蛋，还有就是这个白米粥以及一些小凉菜，对。然后这个饭是1个人15，但是没有啥限量，就吃饱为止。但鸡蛋是1人给了1个，这个粥啊、菜呀，还有这个饼就是不限量，随便吃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这个北红村这儿啊，虽然说是。各方面配套差一些，但是我比较喜欢这边的安静和古朴。有时候呢，你需要从这种，商业开发和这个景区的原始性中间要做一个平衡，对吧？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开发特别成熟的地方，但我们俩就比较喜欢，哪怕吃的住的差一点，但是这片儿，更多的有原始的痕迹。